大家好，我是吴彦祖，欢迎你们来参观我的家。Hello，大家好，今天我非常激动啊！我的男神吴彦祖在 AD 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去首次公开了自己家里面的样子。那中间吴彦祖也提到了很多关于他家里面风水的布局。那基于职业的素养，那我们今天这期 vlog 就来盘点一下啊，阿祖的家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首先呢，我想从几个方面聊一下啊。第一是关于我们日常我们自己布局的时候风水的一些小 tips。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们跟随着镜头看一下他的家里的布局到底有什么门道，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大家要知道，作为一个明星，他们都很关注自己住宅的环境布局以及能量和风水的东西。好，那我们跟着吴彦祖的步伐去看一下他家里的风水门道有哪些。 When you enter the house, there's a wall that kind of walls off the courtyard from the street, but you enter on an oblique angle, not straight on, which is good feng shui. The courtyard in the house is a really beautiful space. Reminds m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四合院 that you see in Beijing. 首先呢，他推开门，先说他们家有一堵墙是参考四合院的制式。那我也给大家贴了2张关于四合院的这个建造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图啊。那其实四合院的建造，我们讲说它挡的那堵墙其实就是我们的影背啊，影背。那大户人家都会要挡这个，而且作为一个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小时候去串胡同的时候会发现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这个影背其实达到了一个藏风聚气的效果，因为气我们是看不到的，而且呢，它的中间的四合院，中间这个院子，包括吴彦祖家里中间的这个庭院，都是一个聚人气，同时聚财气的这样的一个操作。This house we extend into the courtyard and put a pool in. The pool is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the water el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hav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5 elements in the house. The sound of water, I think, is very soothing and exciting, but also relates to 5 elements. 那我们就说到它的这个泳池，泳池为什么要放在中间？其实，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更多的是放一个大鱼缸。特别大的圆圆的鱼缸，那大家会认为它放水是因为啊遇水则发呀，然后因为水主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跟大家扫一个盲啊，其实水和财的关联性是在于流动。水它不直接是财，财其实五行是属金，那水主财是让水更好的流动，就像我们去做生意一样，你的资金是要流动起来的，所以它中间的这个水，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下应该是让资金进行流动，比如说进行投资更好的钱生钱的这样的布的这样一个风水局。那我们讲它的这个房子，因为是一个就是独立屋的这样的情况，带这个院子，所以呢，其实不涉及到我们的所谓的穿堂煞。这个墙其实挡的也是煞。那如果我们自己小户型的家里面啊，我们自己的楼房里面，也尽量避免你的大门直对你的窗户，就是我一开大门就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窗户，那这样就非常不好。穿堂煞是对于人的身体啊，以及你无法很好的藏风聚气的这样的一个风水上布局上的一个大。I like to have 5 elements in my home somewhere, which is wood, earth, fire, metal, and water. 然后接着他提到了关于五行的部分啊，提到五行的部分，其实五行是这样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房间里住的都是谁，比如说他的家里人有他的老婆他的孩子，那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命格，你的命格的格局要共生在你这个家里的这个风水的体系里面，所以我们讲说没有一个好的风水是对于家里每个人都好的，这个本身是有冲突的啊，那所以在布局风水的时候，我们要有主有次啊，比如说最近我的小朋友身体不太好啊，我主要就是为了他让他身体好，那可能对于我个人家长来说，可能赚钱能力就会削弱一些。这个家里共用风水的人有这么多，那我们怎么去进行取舍，其实是这个风水布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一个人，包括卖房子的人跟你说这个风水布局非常好，曾经住在这儿的人发财了，然后他搬走了，你住进来你也会发财，其实这个就非常不专业，因为人才是主体，风水要配合人去进行一个布局才正确，不是说这个风水我先不好了，谁住进去谁好，这个是很业余和外行的一种说法啊。You come into this space, which is the kitchen area. The previous owner had used dark finishes, and I felt like it wasn'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ight in the space, so I wanted to lighten up the space, bring in lighter colored woods.
接下来呢是吴彦祖家的厨房，其实它厨房呢是很美式的敞开式的中间岛台的这种我们之前在加拿大住的房子也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其实属于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做开放式的厨房。那其实整个它这个厨房的区域五行就是属火，而且你看它其实是有巧思在里面的，它把它整个的椅子包括它的厨具都买成了红色的样子。但是我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因为在户型比较小的情况下，你的洗手间是很容易对冲你的灶台的，这样的话水跟火就形成一个相克的概念。所以它这种大房子我们其实还 OK 但是如果是比如国内我们小户型的情况下，尽量做封闭式的厨房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可操作的空间。Over here we have the formal dining room. This furniture I got is a brand called Time and Style from Japan. And I liked it because it has a very Ming Dynasty feel to it, a very simple, simplistic. 那我有一点我特别欣赏他的品味就是他的这个说他的这个桌椅是明朝的制式。那我也给大家贴到一些图其实明清的家具一直有所之争清朝的用的材料会更优质，然后雕工会更细致，也会有上螺钿呀，然后呢有一些造型更繁复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明朝制式的家具呢更符合我们现代年轻人的这种简约派的风格它很有这个韵味，而且呢它其实更符合说我们这个留白天道运行的规则。所以呢其实在明清家具的取舍上我个人也是比较会偏向明朝的风格，它也很适合在我们现在流行的这种现代家具当中起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样子。而且木质的家具本身它五行属木，就给人一种智慧生长且宁静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咱们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其实对于这种暖色调这种原木系的风格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那也是作为年轻人更好的一个布局风水的一个家具材质的选择。Bedroom kind of takes on the similar aesthetic as the rest of the house, but there's less stuff in it. And I wanted to keep it a minimal, kind of Zen-like space because that's our kind of sanctuary. 那最后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卧室你会发现他其实他说这是他的主卧，因为我知道他这种独立屋其实是有好多个卧室的，至少有3个到4个你会发现虽然他的房子很大，但是他的卧室很小你看到他的卧室其实是更加聚气，然后帮助人去休整，然后让他睡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布局。还有一点其实他除了那个台灯之外，并没有用大范围的金属的材质放到他的卧室里，因为金这个东西其实它主的一种让你觉得很锋利的感觉，让你内心会觉得有一些可能不安全或者带于攻击性。所以呢其实卧室我反倒建议大家可以做小一些，因为我知道很多前两年爆发的那2年的时候，有很多土豪其实会愿意把那个卧室做得大大的，然后显得家里金碧辉煌那种感觉其实它并不有利于人的休息。那我们讲说人要去镇住这个风水，要去开瑞住你的环境，所以太大的卧室我们不建议，但是比如说比较大的庭院、比较大的客厅，这些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当我看到这个视频被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明星这些有钱人富豪他们都很注重自己的居住环境、居住风水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像吴彦祖这种，其实他理论上来说算是他的国籍是美国嘛，但是他其实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东西他是非常喜爱的而且呢我觉得他的风水布局呢我觉得背后应该是有高人在指点那大家还要记住一个 tips， 就是你的风水布局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你的风水布局其实是一个长期且变动的。我们讲说小的风水大概1个月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小调整，因为你的运势和你的不同阶段需要布局不同的风水。那大的风水3年、5年、10年，或者你在改运的时候10年改运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之前带学生我们去山西玩的时候，其实对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我们都有游学的活动，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每一代人其实对于这个院子风水的调整我们初创期我们家的布的风水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让它萌芽、蓬勃、发展、生很多孩子。那当我们的家族企业很稳定了，像山西有很多晋商很有钱嘛，当年对吧？那需要稳定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我的门头，然后对于我风水的布局进行调整。那当这个家族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需要风水来去布局它，去调整它里面其实都是有门道的。但是呢，如果大家只是去旅游看看，哎呀这个大门真美，哎呀这个我穿着漂亮的那个簪花的衣服去拍个照打个卡，弄个网红图，就没有任何意义
去的每一个古建筑，然后以及尤其这种家族兴衰的这种大的院落，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好玩和可学习的东西，也可以借鉴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风水布局当中。房子呢，其实应该大概率是在他美国的家里面，其实在他们那边直接买地可以自建房，这是最好的。如果你像在国内咱们买好了房子再去布风水，其实很多格局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你不能拆掉墙重新建。所以对于海外的朋友来说，其实在建房子这一步已经涉及到了风水那你就可以提前去跟风水师、建筑师去规划，然后去提前的做到一个趋吉避凶。那当房子建好之后呢，其实在国内我们有一个行规，就是300平以下的房子，其实我们是不接这个活的。因为你小房子其实是没有风水可讲的，你的房子如果在非常小的情况下，你的卦象就全被这边放一个垃圾桶，那边放一个这个沙发，那边放一个茶几，就全都给压住了。所以大平米的房子我们拉平，才有更好的布局风水的可能性。那录这期视频呢，我真的是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觉得传统文化的东西并没有被当作封建迷信它其实是更好的让你生活更优质，让你的精神状态更好的一种方式那也感谢大家对于我这个玄学适宜的这个系列的喜欢和支持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